我跪在溪水中，掬着溪水冲洗身体，周围是部落的人，都对我垂涎3尺。不过几天前，我穿越到了兽人世界。兽人世界缔结婚约很简单，只要雌性喝了雄性打猎获得的动物心头血，就代表他愿意和这个雄性过日子。可身穿而来语言不通的我，压根没明白眼前这个兽人的意思。看着他用双手接了一盆血送到了我的面前，我压根不敢拒绝。这难道是什么幻影仪式？不喝兽血就会被野人弄死？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命比恶心重要。兽血恐怕是不喝不行了。面对着难闻的血腥气息，我只好忍着恶心，低头在野人的手中轻轻啜了一口，粘稠的血腥味瞬间弥漫口腔，让我忍不住浑身打了个哆嗦。见我喝了一口，野人竟高呼起来。他低头一口气饮尽剩余兽血，随即抓住我的腰，将我扛上肩头，挥舞石斧朝森林深处走去。我连救命都来不及喊，就成了他肩头上的战利品。很快，野人把我扛到一片开阔地，那里散落着不少木屋，屋外坐着些穿兽皮、果树叶的老人和孩子。看到他回来，众人齐声呼喊起，我猜这应该是他的名字。启扛着我走进最大的那间木屋，轻轻将我抱下来，放在铺着厚兽皮的地面上。他挨着我坐下，宽大的手掌抚上我的脸，眸子里满是火热的光芒。我紧闭双眼，不敢看他，心跳快得像要炸开。他从未见过这般肤白细腻的女人，柔弱得像猪小草。他的部落是山林里最强大的部落之一，部落里好看的女人不少，却没有一个能让他动心。第一眼见到我，他就想把我占为己有，所以才给我喝了只有首领和首领的女人才配喝的醒心血。阿纪也想要喝醒心血，他却理都不理。部落里适龄的女人都想做他的雌性，他却一个都看不上。部落里的年轻雄性都等着他先选雌性，才能跟着挑选。不少人盯着阿纪，可阿纪满心满眼只有启。我感受到他的目光越来越灼热，心头一凉。原以为逃过了野兽的血盆大口，没想到又落入了野人的魔爪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他粗糙的手指温柔地划过我的脸颊，起身离开了。我缓缓睁开眼，浑身像被碾过一样，疼得要命。那个叫阿姆的女人声音里带着不满：她太瘦弱，睡了1天才醒，承受不起启，以后怎么生娃？启给她喝了兽血，就是认定她了，让她慢慢养着吧。不知道是哪个部落的，穿的衣服怪里怪气。阿西，把启留给他的食物拿过来。你醒了，起来吃东西吧。你是启的第一个女人，第1天就死了，不吉利。面前的食物散发着浓烈的腥味，黑乎乎的，像是烤过的焦黑外皮裂开，里面还带着血丝。我在现代连牛排都要吃全熟的，这东西别说吃，看一眼都反胃。我饿得前胸贴后背，却怎么也张不开嘴。一想到之前喝的那口带着体温的兽血，胃里就一阵翻江倒海。快吃！阿姆抓起一块肉往我嘴里塞。不吃饱，启打猎回来怎么疼你？一股腥味直冲鼻腔，忍不住干呕一声，把肉吐了出来。阿姆顿时怒了：你知不知道这些食物只有启才有资格享用？他留给你，你竟然吐了！我顾不上那么多，扒着兽皮地面干呕不止。阿西连忙出去用树叶舀了水回来，送到我嘴边。我抱着叶子喝了几口，胃里才舒服些，无力地躺了回去。阿西看了一眼我，扭头说道：阿姆，他好像又睡了。不能睡，把他叫起来吃东西。不吃，要是只有这种东西，饿死我也不吃。阿姆，他会不会死？启临走前让他和阿姆照顾我，我要是死了，启回来肯定会发怒。他是启的第一个雌性，死了会给启带来厄运。阿西，快喂他吃肉，不能让他死。你吃一点吧，这烤肉是启留给你的。阿西怕阿姆生气，赶紧把烤肉往我嘴里送。不吃。焦糊味混着血腥味，让我再次干呕，肚子里空空如也，只吐出几口水。就在这时，一个高大的身影直奔木屋而来。木屋没有门，我看得清清楚楚，是启。阳光下他的模样竟意外帅气，线条粗犷的脸庞透着天生的威严，五官在兽人里算得上进化的极好的，放在现代也是个充满雄性荷尔蒙的美男子。我悄悄松了口气，这样看来，做他的女人好像也不算亏。何况他看起来对我还不错。启快走到木屋时，一个玲珑的身影突然窜出来拦住他，是那个之前跟他要兽血被拒绝的女人。阿纪扑到他面前，毫不羞涩地问：启，我等你好久了，你什么时候选我做你的雌性？走开！我是部落最好的雌性，天生就该是你的。让开！我不！阿纪倔强的不肯挪步，启的视线越过阿纪落在木屋里的我身上，四目相对的瞬间，我尴尬的移开了目光。启更急了，一把抓住阿纪的手臂。阿纪脸上一喜，以为他回心转意，兴奋的往他身上扑，扑通一声闷响，阿纪重重摔在地上。启绕过他，大步走进木屋。阿纪看着他的背影，一个垂涎阿纪已久的雄性凑过来，
阿纪，chị根本不喜欢你，跟我走怎么样？走开！都给我走开！阿纪愤怒的大吼，眼里满是凶狠和不甘。她才是部落最好的雌性，才配做起的女人。那个女人算什么东西？凭什么刚来就得到起的青睐？阿纪狠狠拍着地面爬起来，追着起冲进木屋。你怎样？脸色怎么还这么难看？他看到齐满脸柔情地抚摸着我的头，我躲开了他的手。阿纪的牙齿咬得咯咯作响，这个女人竟然敢躲开齐的触碰。要知道，不是每个雌性都能得到齐的宠爱，那是他梦寐以求的东西。这个该死的女人竟然还一脸不高兴，齐怎么不直接杀了她？齐杀人的时候比杀凶兽还要可怕。看到齐进来，阿西怯生生地说：“齐，他不吃东西。”齐，这个雌性太弱小了，不适合做你的女人。齐坐在兽皮床边，大手将我抱进怀里，皱眉问：“你为什么不吃东西？”我微微睁开眼，扫了他一眼，无言以对。我也想吃饭，可你们总得给点能入口的东西吧？还好他只是抱着我，没有别的举动。阿西，去外面拿一只小兽来。很快，阿西拎着一只肥嘟嘟的小兽进来，长得像兔子，却没有长耳朵和三瓣嘴。我不认识这是什么动物。起抽出腰间的食斧，抬手一挥，小兽的脑袋就掉了下来。小兽原本还是活的，圆滚滚的，脑袋咕噜噜滚出去。我坐在他腿上，亲眼目睹这一幕，吓得魂都快飞了。他这是杀鸡儆猴，因为我不肯吃东西，就当着我的面杀兽吓唬我。我浑身一抖，小脸紧紧贴在他的胸膛上，腰间的手臂紧了紧。他示意我转过头，我不敢违抗，抬头看向他，却见他小麦色的脸上带着一抹疼惜的笑意。这时，阿西用10刀麻利地给小兽开膛剥皮，从腔子里挖出一枚鹌鹑蛋大小的心脏，还连着一串内脏，滴滴答答淌着血，直接递给启。启接过内脏送到我嘴边，吃了它，虚弱的人会变强壮。虽然听不懂，但我知道他是让我吃下去。要命！怎么又让我吃这种血淋淋的东西？我艰难地咽了口唾沫，颤巍巍地说：“能不能烤一下？拜托。”或许是烤这个发音和他们的语言相近，启竟然听懂了。拿去烤熟。等烤肉的功夫，阿姆把小兽的肉分割成块，也拿去烤了。木屋里只剩下我和启，他只围着一块兽皮，我更是衣不蔽体。我坐在他怀里，又饿又累，根本没力气应付，只能乖乖不动。阿西把烤好的兽心送进来，启，兽心烤熟了。启再次把食物送到我嘴边，吃吧，兽心能让人强壮。这次烤得不错，肉香扑鼻。我小口咬了一点，在嘴里慢慢嚼着，忽然想起现代学校旁巷子里的烧烤，撒满孜然和辣椒面，香得很。他吃这么少，活不了多久，不配做你的雌性，再选一个吧。阿姆端着一大盘烤肉进来，语气依旧不满。我只要它。启看着我细嚼慢咽的样子，满眼都是喜爱。我和部落里那些狼吞虎咽的雌性不一样，比所有人都好看。吃完一串烤兽心和不知名的内脏，我总算松了口气。吃了东西，他总不会杀我了吧？谁知启又拿起一块巴掌大的烤肉递过来，再吃一块。我赶紧摇头，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我已经吃饱了，再吃下去非撑死不可。启看我不肯吃，你吃的太少，会一直虚弱。我勉为其难地把肉接过来，塞进嘴里慢慢嚼，肉太有韧劲，我嚼了半天才咽下去。启已经把剩下的肉吃完了，又拿起一块撕下来喂我，我没忍住打了个饱嗝，惹得启哈哈大笑。阿玛，我的女人能吃饱，她不会死了。启扭头对阿姆说了一句，转身把我放回兽皮上。阿姆叹了口气，满脸不满地走出木屋。阿西却没动，坐在一旁自顾自地吃着烤肉。我不敢看启，无助地闭上眼睛，听到他扯下兽皮的声音，身体本能地蜷缩起来。他强行掰开我的手脚，将我摆正，俯身压了上来。又是一场狂风骤雨，我感觉自己像被追杀的猎物，好几次都差点喘不过气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精疲力竭地瘫在他怀里，浑身骨头像是散了架。启高大的身躯抱着娇小的我，就像抱着一只无辜的小羊羔。我昏昏沉沉地任由他抱着起身，我不知道他要带我去哪，只能从他臂弯里探出头，悄悄打量外面的世界。远古的天空美得让人心碎，空气清新得带着花香。正值春末，温度适宜，被他抱在怀里，我被他火热的体温烘得微微出汗。启的步伐矫健有力，抱着90多斤的我，竟像毫无负重一般，很快就走到一条清澈的小溪旁。他轻轻将我放进溪水里，溪水被太阳晒了半天，却依旧带着凉意，激得我浑身一颤。启脱下兽皮也走进溪里，在一块石头上坐下，让溪水漫过腰间。他伸手将我拉进怀里，让我坐在他腿上，手掌轻轻抚摸着我的身体，眸色再次变得火热。我不由蹙眉，幸好他只是带我来洗澡，没有更进一步。我悄悄松了口气，能洗个澡真是太好了。这个启还算细心。我伸出手掬着溪水冲洗身体，舒服地眯起眼睛。穿越过来后，先是遇到猛兽，吓得一身冷汗，又吃了那些腥膻的生肉，再不洗澡，我自己都能闻到身上的臭味了。清澈的溪水下能看到两人的身体，我第一次认真打量起棱角分明的脸
结实的胸膛，有力的臂膀，双颊不由自主的红了，这男人以后就是我的了吗？都说上帝关上一扇门，总会打开一扇窗。我虽然穿越到这蛮荒之地，可老天待我不算薄，给了我一个这么可靠的靠山。怀中的我娇羞不已，泛红的脸颊格外动人，岂从未见过雌性这般模样，心头瞬间涌起无限温柔。经历过几次部落大战，几个小部落被起的部落和东石、风眼、梦野3个部落瓜分，如今各部落都在休养生息，急需雌性繁衍后代。没有战争，大量雄性的精力无处发泄，弱小的雌性很容易被其他部落掳走。它的雌性这么娇弱好看，必须好好护着。洗完澡，即将我从溪水里抱出来，我的皮肤被水浸泡后清凉柔滑，摸起来舒服得很。我无奈地叹了口气，实在太累了，靠在他温热的怀里，舒服的眼皮直打架，很快就睡着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在浑身的难受中醒来，手脚软绵绵的，一点力气都没有，冷得浑身发抖，身体却烫得吓人。难道是在溪水里着凉得了风寒？阿西焦急的脸在我眼前晃着，看到我睁眼，惊喜的叫起来：“阿嬷，他醒了！”幸亏他没死，不然岂要被厄运缠身的。岂怎么会看上这样的雌性？这么弱的身子，怎么给其生崽？水，我要喝水。阿姆，他在说什么？阿西听不懂我的话，紧张地问：“还能说什么？发烧的人死前都要喝水。”阿姆一边清理兽皮，一边冷冷地说：“阿西，赶紧拿水过来。”扶着我的头喂我喝了几口，我的脸色总算缓和了些。阿姆，你怎么知道他要喝水？你听得懂他的话？不用懂，浑身发烫的人都这样。阿姆不以为意地回答。阿姆，他不会死吧？奇去给他采神果了，只有吃了神果，他才能活下来。奇去采神果了？你怎么不早说？阿姆像是听到什么惊天动地的消息，脸色骤然大变。阿西低下头，小声说：“是启让我别说的，没有神果，他的雌性就活不成了。那里有多危险，你不知道吗？神果有凶兽守护，凡是去摘的人都被撕成碎片了。”阿姆神色焦急又惊恐，没有启，我们部落会被其他部落瓜分，大家会没肉吃，没木屋住，所有雌性都会被抢走。阿西吓得快哭了。启说他一定会回来的。阿姆，怎么办？启去采果子已经很久了，就算打猎也用不了这么长时间，实在让人担心。阿姆没再说话，沉着脸走出了木屋。我躺在兽皮上，没心思听他们说话，抬手摸了摸额头，高烧起码有39度，必须想办法发汗退烧，不然在这无医无药的远古时代，我真的会死。我的脑子飞速转动，瞬间想到了几种能退烧发汗的草药。我是帝都大学的植物学教授，专攻药用植物，对草药的功效了如指掌。风寒发热，只要找到板蓝根、金银花、荆芥、鱼腥草中的任何一种，我就有救了。忽然，我想起洗澡时小溪岸边长着一丛茂盛的荆芥，太好了，煮水喝就能发汗退烧。可岂不在？我说话，阿西他们又听不懂，这可怎么办？阿西，我看着一旁偷偷抹眼泪的阿西，试探着叫了一声：“你知道我的名字？”阿西被吓了一跳，我叫叶清心。我吃力的抬起手指了指自己，心。阿西只重复了最后一个字。我点点头。你能不能帮我采点荆芥？就是一种植物，能退烧。你在说什么？阿西一脸茫然。荆芥退烧。我伸出滚烫的手拉住他，指了指自己的嘴巴，又做了个拔草的动作。然后我撑着虚弱的身体在泥地上画了一株荆芥，还特意画大了叶子的细节给他看。这几个动作耗尽了我所有力气，我眼冒金星，躺回兽皮上，缓了半天。你去采这个植物，煮水给我喝，我就不会死了。阿西盯着地上的画，又看了看我。你想要这个草？他认识这种植物，部落附近到处都是，因为气味特殊，没人喜欢。奇怪，起的雌性要这种臭草做什么？去帮我拔回来，拜托。我又指了指地上的画，做了个拔草的动作。看着阿西茫然的样子，我轻轻叹了口气，实在没力气再比划了。他能不能懂，只能听天由命，实在不行，等起回来再说。他一定能明白我的意思。一想到起，我的心里就充满了安全感，闭上眼睛，再次昏昏欲睡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阿西回来了，手里果然攥着一大把荆芥。心，你醒醒，你要的臭草我采来了。阿西摇醒我，把荆芥递到我眼前。阿西，你太棒了，我惊喜地说，冲他竖了竖大拇指，然后做了个烧水、喝水的动作，煮水喝，我就会好起来。阿西一脸茫然，学着我的动作试探着问，要烧了它？喝下去。不等我回答，他就拿着荆芥跑了出去。又过了一会儿，阿西端着一个厚重的小石锅进来，里面煮着荆芥，热气腾腾。他用树叶舀了些水，晾了一会儿，扶着我喂我喝下去。温热的荆芥水滑入喉咙，流进胃里，我瞬间感觉舒服了不少。还要？我轻轻说。阿西赶紧又喂我喝了几碗，直到把石锅里的水喝完，我才重重地躺回兽皮上。看着我的脸色渐渐好转，阿西松了口气，帮我盖好兽皮，坐在一旁守着我再次睡着。醒来时，外面的天已经黑透了。我出了一身大汗，原本沉重的身体忽然轻松了很多，烧应该退了。阿西不在木屋里，外面很热闹，几个大火堆把部落的空地照得通亮。部落的人好像在争论什么，吵吵嚷嚷的，我听不懂他们的话，却能感觉到气氛很紧张。阿姆的声音尤其激动，不
不时发出尖锐的叫喊。这时，阿西跌跌撞撞地跑进来，扑到我床边，惊恐地大叫：“心，阿姆和祖老要把你烧了，换回起！”我浑身一僵，瞬间清醒过来，烧退带来的舒适感消失得无影无踪。烧了我，就因为起去采神果没回来，他们就想把我当成祭品换回起。我下意识地蜷缩起来，手脚还带着胃散尽的酸软，却被恐惧死死攫住。在这个蛮荒的兽人世界，雌性本就地位低下，更何况我还是个来历不明、体弱多病的外来者，在他们眼里，或许我的命根本不值一提，只要能唤起回来，烧了我又何妨？不要！我拼命摇头，声音沙哑的几乎听不清，眼泪不受控制的涌了出来。我穿越过来，好不容易从猛兽口中逃生，好不容易熬过高烧，还没来得及好好活下去，难道就要被活活烧死吗？我不甘心，我还没等到起回来，我还不知道他有没有采到神果，有没有平安无事。阿西看着我泪流满面的样子，急得眼圈通红，却手足无措。心，我拦不住他们。祖老说你是启带回的雌性，启为了你去涉险，你要是死了，或许启就能感应到，就能回来了。阿姆也同意了，他说部落不能没有启。阿西的声音带着哭腔，他虽然胆小，却比阿姆善良，这些天一直默默照顾我，或许在他心里早已把我当成了需要呵护的小伙伴。我抓住阿西的手，死死攥着，仿佛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我指着门外，又指了指自己，再做了个摆手的动作，拼命想让他明白我不想死，我想等起回来。阿西看着我急切的模样，似懂非懂地点点头，却又摇了摇头，满脸无奈。我知道你不想死，可是我没用，我说服不了祖老和阿姆，部落里的雄性也都同意了，他们都怕起出事，都怕部落被其他部落欺负。就在这时，木屋的门被猛地推开，阿姆带着2个身材高大的雄性走了进来，他们脸上带着冷漠，手里拿着粗壮的藤蔓，一看就是来抓我的。阿姆的脸上没有丝毫怜悯，只有冷漠和不耐烦。别磨蹭了，赶紧把他带走。族老们都已经在空地准备好了火堆，再晚一点，要是其有个3长2短，我们都担待不起。那2个雄性上前一步，就要伸手抓我，我吓得连连后退，蜷缩在兽皮的角落，浑身发抖，嘴里不停念叨着启。我只能寄希望于启，希望他能及时回来，希望他能救我。阿西想上前阻拦，却被阿姆一把推开。你别多管闲事，启要是回来了，知道我们为了救他烧了这个没用的雌性，他只会感激我们，不会怪我们的。阿西踉跄着后退几步，眼圈更红了，却不敢再上前。一个雄性伸手抓住了我的胳膊，他的手很用力，捏得我生疼。我拼命挣扎，却一点力气都没有，只能任由他把我拖起来。藤蔓缠绕在我的手腕上，粗糙的藤蔓磨得我的皮肤火辣辣的疼，和我白皙细腻的皮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我被他们拖出了木屋，晚风一吹，我打了个寒战，身上的兽皮很薄，根本挡不住夜晚的凉意。部落的空地上，一个巨大的火堆已经燃起，火焰冲天，映红了半边天空，也映红了在场每个人的脸。火堆周围围满了部落的人，族老们坐在最前面，脸色严肃，眼神冷漠。部落的雄性们站在一旁，神情复杂，有无奈，有冷漠，也有几分不忍，而雌性们则大多低着头，不敢看我。只有阿纪站在人群的前排，脸上带着得意的笑容，眼神里满是幸灾乐祸。看到我被拖过来，阿纪往前走了一步，故意凑到我面前，用只有我们2个人能听到的声音说道：“叶清心，你以为你凭什么能得到其的宠爱？你不过是个来历不明的弱女子，迟早都会死的。现在好了，你要被烧死了，其以后就是我的了，我才是最配做起的雌性的人。”我看着他得意的嘴脸，气得浑身发抖，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只能死死咬着嘴唇，血腥味在口腔里蔓延开来。我不甘心，我不想就这么死在他的嘲讽里，我不想让他得逞。阿姆走到族老面前，躬身说道：“族老，人带来了，可以开始了。”为首的族老缓缓睁开眼睛，他的头发和胡须都已经花白，脸上布满了皱纹，眼神里透着一股苍老却威严的气息。他看了我一眼，语气冰冷：“启是我们部落的首领，是我们部落的希望，为了启，为了整个部落，这个雌性必须献祭。”族老的话音刚落，部落里的雄性们就齐声呼喊起来，声音洪亮，却带着一股令人心悸的冷漠。他们把我拖到火堆旁边，准备把我推下去。火焰的热浪扑面而来，灼烧着我的皮肤，我能感觉到死亡正在一步步逼近，绝望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。我闭上双眼，泪水从眼角滑落，心里不停呼唤着启的名字：“启，你在哪里？你快回来，救我！”就在我以为自己必死无疑的时候，一声震天动地的怒吼突然从森林的方向传来，那声音充满了愤怒和焦急，穿透力极强，盖过了部落里所有的呼喊声，也让在场的所有人都瞬间僵住，脸上露出了惊恐的神色。是启的声音，不知是谁喊了一声，部落里的人瞬间炸开了锅，脸上的冷漠和无奈被惊喜和敬畏取代。阿姆和族老们的脸色也变了，满脸的难以置信，他们没想到启竟然真的回来了。我猛地睁开眼睛，朝着森林的方向望去，只见一个高大的身影正朝着部落的方向狂奔而来，他的身上沾满了鲜血，兽皮被撕裂了好几处，
脸上也有几道深深的伤口，看起来狼狈不堪，却依旧挡不住他身上的威严和杀气。是启，他回来了！我激动的眼泪直流，浑身的恐惧瞬间消散，只剩下劫后余生的庆幸和喜悦。启很快就跑到了火堆旁边，他一眼就看到了被藤蔓绑着、浑身发抖的我，看到我脸上的泪水和身上的伤痕，看到我身边燃烧的火堆，他的眼神瞬间变得无比冰冷。身上的杀气也越来越浓，仿佛要将整个世界都吞噬。他猛地一把推开身边的雄性，那些雄性根本不敢反抗，纷纷后退，脸上露出了惊恐的神色。其小心翼翼地解开我身上的藤蔓，看到我手腕上被磨出的血痕，他的眼神更加冰冷。他轻轻把我抱进怀里，动作温柔的不像话，和他身上的杀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心，别怕，我回来了，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。他的声音沙哑，却带着无比坚定的语气。虽然我听不懂他说的话，但我能感受到他的担忧和心疼。我靠在他的怀里，放声大哭起来，所有的委屈、恐惧和庆幸都在这一刻爆发出来。启轻轻拍着我的后背，温柔地安抚着我，然后抬起头，目光冰冷地扫过在场的所有人，尤其是阿姆和族老们，还有那个满脸得意笑容瞬间僵住的阿纪。为首的族老站起身，躬身说道：“启，你回来了，太好了！我们还以为我们也是没办法，为了换回你，才想献祭这个雌性。我们都是为了部落，为了你啊！”阿姆也连忙上前，小心翼翼地说道：“启，对不起，我们不是故意要伤害你的雌性，我们只是太担心你了，部落不能没有你。”启冷哼一声，语气冰冷刺骨，眼神里满是愤怒。我的雌性也是你们能动的，我临走前让你们好好照顾她，你们就是这么照顾她的，竟然想把她烧死。他的声音越来越大，身上的杀气也越来越浓，在场的所有人都吓得瑟瑟发抖，不敢抬头看他的眼睛。启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求你原谅我吧。阿姆吓得双腿发软，连忙跪在地上，不停磕头。族老们也纷纷躬身道歉，脸上满是愧疚和恐惧。他们知道启是真的生气了，若是惹得启发怒，他们所有人都没有好果子吃。启抱着我，没有看他们，目光落在了一旁的阿纪身上。阿纪吓得浑身发抖，脸上的得意笑容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取而代之的是恐惧和慌乱。他连忙低下头，不敢看启的眼睛，心里不停祈祷着启不要怪罪他。启的眼神冰冷地扫过阿纪，语气冷漠：“你以后再敢打我雌性的主意，再敢挑拨离间，我就杀了你。”阿纪吓得浑身一哆嗦，连忙跪在地上，不停磕头：“启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我再也不打你的主意了，求你饶了我吧。”启没有再理他，抱着我转身就往木屋走去，留下身后一群瑟瑟发抖的人。回到木屋，启把我轻轻放在兽皮上，然后从怀里掏出一颗红彤彤的果子，果子晶莹剔透，散发着淡淡的清香，看起来十分诱人。这应该就是他们所说的神果吧？启竟然真的采到了。启小心翼翼地把神果递给我，温柔地说道：“心，吃了它，对你的身体好，以后再也不会生病了。”我接过神果，咬了一小口，甜甜的，汁水饱满，口感十分好，一股清甜的气息瞬间蔓延开来，顺着喉咙滑入胃里，浑身都感觉暖洋洋的，十分舒服。吃完神果，我感觉身体越来越舒服，身上的酸软和疲惫也渐渐消散了。启坐在我身边，轻轻抚摸着我的脸颊，眼神里满是温柔和心疼。心，对不起，让你受委屈了，以后我再也不会离开你了，再也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了。虽然我听不懂他说的话，但我能感受到他的心意。我轻轻点了点头，伸手抱住了他的腰，把脸埋在他的胸膛上，感受着他温热的体温和有力的心跳，心里充满了安全感。从那以后，启再也没有离开过我太久，每次打猎都会尽快回来，还会特意给我带一些新鲜的果子和温顺的小兽，让阿西烤得香喷喷的给我吃。他还会带我去小溪边洗澡，带我去森林里散步，带我看部落里的兽人打猎、采集，慢慢教我他们的语言和生活习惯。我也开始慢慢学习他们的语言，虽然很难，但我很努力。渐渐的，我能听懂他们说的一些简单的话，也能说一些简单的词汇。我还把我知道的一些知识教给他们，比如如何分辨可食用的植物和有毒的植物，如何把食物烤得更好吃，如何搭建更结实的木屋，如何制作简单的工具。部落里的人渐渐改变了对我的看法，不再嫌弃我体弱多病、来历不明，反而越来越尊重我，因为我教给他们的知识，让他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。他们再也不用吃带着血丝的生肉，再也不用担心误食有毒的植物，木屋也变得更加结实，能更好地抵御猛兽的袭击和风雨的侵蚀。阿姆也改变了对我的看法，不再对我冷漠和嫌弃，反而经常过来照顾我，给我送一些新鲜的野菜和兽皮，还教我如何缝制兽皮衣服。阿西也一直默默照顾我，成了我在部落里最好的朋友，经常陪我说话，陪我去森林里采集草药和果子。只有阿纪依旧对我心存不满和嫉妒，却再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找我的麻烦，只能偷偷地看着我和其恩爱，心里满是不甘和怨恨。有时候他会故意在部落里说我的坏话，挑拨我和其他雌性的关系，可部落里的雌性都很尊重我，根本没有人相信他的话，反而觉得他心胸狭隘，渐渐疏远了他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我和启的感情越来越深，我也渐渐学会了他们的语言，能够和他们顺畅的交流了。我知道了启的部落叫黑石部落，是山林里最强大的部落之一，启是部落里最强大的兽人，
他力大无穷，英勇善战，带领着部落的兽人打败了很多敌人，保护着部落里的所有人。我还知道了其他3个部落，东石部落、风眼部落和梦野部落一直对黑石部落虎视眈眈，想要吞并黑石部落，抢夺黑石部落的食物和雌性。之前的部落大战，虽然黑石部落赢了，但是也损失惨重。如今各部落都在休养生息，可东石部落的首领却一直不安分，暗中联络风眼部落和梦野部落，想要再次发动战争，攻打黑石部落。这天，其打猎回来，脸色十分阴沉，看起来很不高兴。我连忙上前拉住他的手，关切地问道：“启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”启叹了口气，把我抱进怀里，语气沉重地说道：“东石部落的首领派人来传话，说他们已经和风眼部落、梦野部落联盟了，3天后就要攻打我们部落，想要吞并我们黑石部落。”我浑身一僵，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了。我知道黑石部落虽然强大，可东石、风眼、梦野3个部落联盟，实力不容小觑。若是真的打起来，黑石部落肯定会损失惨重，甚至可能会被吞并。到时候部落里的所有人都会遭殃，我和启也不会有好下场。启，那我们怎么办？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啊！我焦急地说道。启点了点头，眼神坚定地说道：“我知道，我已经召集了族老和部落里的雄性，商量对策了。只是3个部落联盟实力太强，我们部落的胜算不大，我担心保护不了你。”我轻轻抚摸着他的脸颊，温柔地说道：“启，别担心，我相信你，你一定能带领部落的兽人打败他们的。我也不会拖你的后腿，我会帮你。我会教部落里的雌性制作简单的武器，比如用石头和藤蔓制作石矛、石剑，还会教他们辨认草药。到时候受伤的兽人，我可以帮他们治疗。”启看着我，眼神里满是温柔和欣慰。谢谢你，有你在，我就有信心。接下来的3天，整个黑石部落都陷入了紧张的备战状态。启带领着部落里的雄性们打磨石器，制作武器，训练战斗力。我则带领着部落里的雌性们，用石头和藤蔓制作石矛、石剑，采集草药，准备治疗受伤的兽人。阿姆和族老们则负责准备食物和水，安排部落里的老人和孩子转移到安全的地方。这3天里，阿基一直很安静，没有捣乱，只是默默地看着我们忙碌，眼神里满是复杂的情绪，有恐惧，有不甘，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担忧。我知道他虽然嫉妒我，却也爱着这个部落，不想看到部落被吞并，不想看到部落里的人遭殃。第3天的清晨，天刚蒙蒙亮，就听到部落外面传来了震天动地的呼喊声。东石、风眼、梦野3个部落的兽人已经来到了黑石部落的门口，他们手持武器，气势汹汹，密密麻麻的把黑石部落围得水泄不通。启把我护在身后，眼神坚定地看着眼前的敌人，然后转身对部落里的兽人们说道：“兄弟们，姐妹们，他们想要吞并我们的部落，抢夺我们的食物和家人，我们不能退缩。为了部落，为了家人，我们要和他们拼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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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”部落里的兽人们齐声呼喊起来，声音洪亮，充满了斗志。启手持石斧，率先冲了出去，部落里的雄性们也纷纷跟着冲了出去，和3个部落的兽人扭打在一起。惨叫声、打斗声、武器碰撞声瞬间响彻了整个山林。我带领着雌性们躲在木屋后面，一边照顾受伤的兽人，一边给他们喂药、包扎伤口。看到部落里的兽人一个个受伤倒下，我心里十分着急，却也只能强忍着泪水，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情，不让启分心。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，双方都损失惨重。启虽然英勇善战，力大无穷，可对方人多势众，而且东石部落的首领也十分强大。启渐渐落入了下风，身上又添了好几道伤口，鲜血染红了他的兽皮。我看到启被东石部落的首领打倒在地，心里一惊，忍不住大喊出声，想要冲出去，却被身边的阿西拦住了。别去，太危险了！阿西焦急地说道。我看着启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，再次和东石部落的首领打斗在一起，心里满是心疼和担忧。就在这时，我看到阿纪突然冲了出去，他手持一把石矛，朝着东石部落首领的后背刺去。东石部落的首领猝不及防，被阿纪刺中了后背，鲜血瞬间涌了出来。他愤怒地转过身，想要杀死阿纪。启抓住机会，猛地冲了上去，一斧砍在了东石部落首领的头上。东石部落的首领当场倒地身亡。东石部落的首领一死，东石部落的兽人瞬间乱了阵脚，士气大跌。风眼部落和梦野部落的兽人看到东石部落的首领死了，也变得慌乱起来，再也没有了之前的气势。启趁机带领着部落里的兽人发起了猛烈的进攻，3个部落的兽人节节败退，最终狼狈地逃离了黑石部落。战斗终于结束了，黑石部落赢了。部落里的兽人们齐声欢呼起来，声音里充满了喜悦和激动。启踉跄着走到我面前，浑身是伤，却依旧温柔地看着我，伸手抱住了我。我们赢了，我们打败他们了。我靠在他的怀里，泪水忍不住涌了出来。这泪水是喜悦的泪水，是庆幸的泪水。我看着他身上的伤口，心疼地说道：启，你受伤了，快，我给你包扎伤口。启点了点头，温柔地看着我。
任由我给他包扎伤口。这时，阿西扶着受伤的阿纪走了过来，阿纪的身上也添了好几道伤口，脸色苍白，看起来十分虚弱。他看着我和启，脸上露出了一抹淡淡的笑容，语气虚弱地说道：“欣，启，对不起，以前是我不好，我不该嫉妒你，不该找你的麻烦。”我看着他，温柔地说道：“阿纪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，我们都是部落的人，以后我们好好相处，一起守护我们的部落。”阿纪点了点头，眼里泛起了泪光。谢谢你，欣。齐也看着阿纪，语气缓和地说道：“这次谢谢你，若不是你，我可能已经死了。以后你就是黑石部落的功臣，部落里的人都会尊重你。”阿纪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，他知道其实真的原谅他了，部落里的人也会真的尊重他。从那以后，阿纪再也没有嫉妒过我，反而经常过来帮我照顾受伤的兽人，和我一起带领雌性们采集草药，制作食物，成了我和启的好朋友。战斗结束后，黑石部落进入了恢复阶段，启带领着部落里的兽人清理战场，救治受伤的兽人，重建被损坏的木屋。我则继续教部落里的人辨认草药，制作工具，改善生活。阿姆和族老们则负责安抚部落里的人，安排食物和水，让部落里的生活尽快恢复正常。在我的帮助下，部落里的兽人们学会了种植一些可食用的植物，比如土豆、红薯，我从森林里找到的野生品种，慢慢培育，还学会了制作陶器，用来煮水、煮食物，再也不用树叶和石锅了。部落里的生活越来越好了。兽人们再也不用担心吃不饱、穿不暖，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多了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我和启的感情也越来越深厚。这天，启带着我来到了我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，也就是他给我喝兽血的地方。这里的风景依旧很美，绿树成荫，花香四溢，小溪潺潺流淌。启从怀里掏出一串用兽骨和彩色石头制作的项链，项链很简单，却很精致。他轻轻把项链戴在我的脖子上，然后单膝跪地，眼神坚定而温柔地看着我。欣，自从第一次见到你，我就爱上你了。你是我这辈子唯一的雌性，是我想要用一生去守护的人。我知道我不够好，不会说好听的话，却会用我的一生去对你好，保护你，照顾你，不让你受一点委屈。你愿意一辈子做我的雌性，和我一起守护我们的部落，一起生儿育女，一起慢慢变老吗？我的眼泪瞬间涌了出来，看着眼前这个高大、英勇、温柔的男人，我的心里满是感动和幸福。我用力点头，哽咽着说道：“启，我愿意一辈子做你的雌性，和你一起守护我们的部落，一起生儿育女，一起慢慢变老。”启听到我的回答，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，他站起身，把我紧紧抱进怀里，用力吻了吻我的额头。欣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愿意留在我身边。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我们身上，温暖而美好。小溪潺潺流淌，仿佛在为我们祝福；鸟儿在树上歌唱，仿佛在为我们欢呼。回到部落，启召集了部落里的所有人，宣布了我和他的婚事。部落里的兽人们都纷纷为我们祝福，脸上满是喜悦的笑容。阿姆看着我，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欣，以后你就是我们黑石部落的首领夫人了，好好和启过日子，照顾好自己，照顾好启。阿西也笑着说道：“欣，恭喜你，你和启一定要幸福啊！”阿纪也走过来，温柔地说道：“欣，启，恭喜你们，以后我会一直陪着你们，一起守护我们的部落。”启为我和他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婚礼，这是黑石部落有史以来最盛大的婚礼。部落里的兽人们载歌载舞，欢声笑语，热闹非凡。启给我喝了最新鲜的兽心头血，这一次我没有丝毫害怕和恶心，因为我知道这代表着他对我的爱，代表着我们一辈子的承诺。我心甘情愿地喝了下去，然后踮起脚尖吻了吻启的嘴唇。婚礼过后，我和启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。启依旧是黑石部落的首领，依旧英勇善战，保护着部落里的所有人。我依旧是他的雌性，是部落里的首领夫人。我教部落里的人种植、制作陶器，辨认草药，让部落里的生活越来越好。不久之后，我怀孕了，启对我更加温柔，更加照顾，几乎包揽了所有的事情，不让我受一点累，不让我受一点委屈。部落里的兽人们也都很照顾我，经常给我送一些新鲜的果子和温顺的小兽，让我补充营养。阿姆更是天天陪在我身边，教我如何照顾肚子里的孩子，给我讲部落里的故事。10个月后，我顺利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宝宝。宝宝长得虎头虎脑的，既有启的粗犷和英勇，又有我的细腻和温柔，十分可爱。启看着我们的宝宝，脸上露出了温柔的笑容，眼神里满是父爱和幸福。他给宝宝取名叫小石头，希望宝宝能像石头一样坚强勇敢，长大后能成为像他一样英勇善战的兽人，守护好黑石部落，守护好自己的家人。小石头渐渐长大了，他很聪明，也很勇敢，很快就学会了部落里的语言和生活习惯，还跟着启一起学习打猎、打磨石器，训练战斗力。我也经常教小石头辨认草药、种植植物，教他一些现代的知识，希望他能成为一个既英勇又聪慧的兽人。后来我又陆续生下了2个女儿，一个叫小花，一个叫小草。小花长得很漂亮，温柔善良，很受部落里的兽人们喜爱。小草长得活泼可爱，调皮好动，像个小猴子一样，经常跟着小石头一起在部落里打闹玩耍。东石、风眼、梦野3个部落
自从上次被黑石部落打败后，就一直一蹶不振，再也没有能力攻打黑石部落了。后来他们听说黑石部落的生活越来越好了，又听说启和我带领着部落里的人发明了很多新东西，学会了种植、制作陶器，就纷纷派人来求和，想要和黑石部落结盟，一起发展，一起生存。启召集了族老和部落里的兽人们，商量之后同意了他们的求和，和3个部落结成了联盟，4个部落互帮互助，一起打猎、采集、种植，一起制作工具、陶器，一起改善生活，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。山林里再也没有了战争，到处都是和平安宁的景象。岁月流转，几十年过去了，启渐渐老去，头发和胡须都变得花白，脸上也布满了皱纹，却依旧威严不减。我也渐渐老去，皮肤不再像以前那样白皙细腻，却依旧温柔善良。我们的孩子们都长大了。小石头成为了黑石部落的新首领，他英勇善战，聪慧能干，带领着部落里的兽人们继续发展部落，让黑石部落变得越来越强大。小花嫁给了东石部落的首领，成为了东石部落的首领夫人。她用自己的温柔和智慧化解了2个部落之间的矛盾，让2个部落的关系越来越融洽。小草嫁给了风眼部落的一个英勇的兽人，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。我们的孙子孙女也渐渐长大了，他们围绕在我们身边，叽叽喳喳的，十分热闹。每天我和启都会坐在木屋门口，看着部落里的兽人们忙碌欢笑，看着孩子们打闹玩耍，看着部落里的生活越来越好，心里满是幸福和欣慰。这天夕阳西下，金色的阳光洒在部落的空地上，温暖而美好。我靠在启的怀里，看着夕阳，温柔地说道：启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当初救了我，谢谢你一辈子对我这么好，谢谢你给了我一个幸福美满的家，给了我一个温暖的部落。启轻轻抚摸着我的头发，温柔地说道：心，该说谢谢的是我，谢谢你愿意留在我身边，谢谢你陪我一起守护部落，谢谢你给我生了这么可爱的孩子，谢谢你陪我一起慢慢变老，这辈子能遇到你是我最大的幸运。我抬起头，看着启温柔的眼神，笑了，泪水从眼角滑落，这是幸福的泪水。启轻轻擦去我眼角的泪水，低头吻了吻我的嘴唇，就像我们年轻时那样温柔而深情。夕阳下，2个苍老却相爱的身影依偎在一起，身后是热闹安宁幸福的部落，身前是美好的夕阳，岁月静好，温暖如初。我知道我这辈子没有白来，虽然穿越到了这蛮荒的兽人世界，却遇到了启，遇到了一群善良可爱的部落族人，拥有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，拥有了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。或许这就是命运最好的安排。上帝关上了我在现代的那扇门，却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往幸福的窗。在这个兽人世界，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归宿。我会和启一起守护着我们的部落，守护着我们的家人，直到生命的尽头。而黑石部落也会在我们的守护下，在我们子孙后代的带领下，越来越强大，越来越繁荣，永远和平安宁幸福。